在佛陀的最重要的大弟子之中，有一位神通第一的长者弟子目犍连尊者。他弟弟呢就是住在迦毗罗卫国当中的一位巨富，并且确实人也不老，就刚到中年左右，现在来说40来岁吧。那么他已经经过自己刻苦努力的这个计划经营拼搏努力，已经叫非常富有，据说富可敌国。因为这富可敌国是个形容词，但是我觉得呢，他可能是其中属于某个城市某个地区之中最富有的人。可是呢，这位弟弟呢非常的吝啬，他不做任何的布施供养。对，他觉得我是拼我的命赚我的钱，我赚钱也不容易，所以我凭什么给你们呢？就像现在人说我合情合理合法的收入，我欠谁的？因为这个发心捐款这个事情它不是个法律，是吧？是一个个人，我拥有了什么财富能力，我要不要给你那是我的决定，是我的感觉，说咱们有没有这份情谊，对不对？就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生活，是吧？个人的生活各自有自己的命运嘛。所以他是非常吝啬，一毛不拔。可是有一天呢，目犍连尊者在这个禅定中就觉得这是一种感觉，就是坐禅的人有一种感觉，就觉得哎呀，我这个亲爱的弟弟我该去好好度化他，给他说说这个道理。我总感觉要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危险，那哪一种危险都是有可能的，他有这种感觉。那所以的话呢，他就去找他弟弟去了。弟弟听说哥哥到自家来了非常开心呢。因为一个成功的弟弟见一个有很伟大很尊重的哥哥来的话，其实非常快乐幸福哥俩见面真是这寒暄一套哥哥想死你了，弟弟想死你了，这种客套话那么之后哥哥就直接拉开脸来坐那儿瞪着眼看着他，说那弟弟心里有点慌哥，我没犯什么事儿是不是有话你就直接说，你别瞪着我直发毛哥哥说，我为什么瞪着你呢？我觉得你危险来了。你感觉我有什么事儿吗？感觉事儿大了你现在这么多钱是吧，也是叫至少是富甲一方超级大财主是吧？你怎么不做任何功德呢？你看到的都是咱们普通百姓看到的最平常的富贵你觉得你这个富贵是稳定的吗？这弟弟直摇头，我也不知道到底稳不稳定对吧？那如果小偷强盗惦记你，对吧？给你偷走了，那个贪官污吏盯上你呢，给你栽个赃，弄一个帽子就把你关起来，是吧？人财两失而且过去不是没有银行嘛，是吧？你存的钱也许钱是属于粮食，就是有价值的东西，过去是这样子。过去有些东西还不是货币，就是东西本身就是叫价值。比如说我想买2头牛吧，他说用多少斤粮食来兑换，现场谈，就是这样，就根据牛是不是涨价了，还是粮食是不是涨价了。比如灾荒的时候牛就不值钱，粮食值钱，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他存这些所谓的钱财的东西呢，都是叫有形的具体物质。他自己家呢，因为特别富有呢，他专门有个库房，存着他这些就等于钱财的这些货物，是吧？你存的这小仓库要起火了呢，这弟弟越听越恶心，你怎么光说倒霉事这个反正大哥教训的我就听吧。他今天又是出家第一，又神通第一，我就听着，对吧？还有，就算你大富大贵，前面事儿都安然度过，你还往下继续留，很多人，对不对？你说你也有几个孩子，有很多做父母亲的拼着老命的去挣扎，去赚钱，去努力，去工作，去打拼，一个人做好几份工作，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是吧不受罪和过得更好。你读书很贵吧哈，好学校好老师都贵，从古代到现在都贵。今天你上个好的私立学校贵吧哈，古代找一个老师比私立学校要贵10倍，这真要富人才请得起老师，是这样。所以是好，你教育半天你的孩子，希望他成为人才，可是你孩子没有这个贫苦的钱财的压力的时候，他就容易怠慢，就是很多就好吃懒做啊，富家公子，什么公子病、公主病，是吧？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穿。这个孩子他没有过那个贫苦日子，就是他有了钱了，他没有体会过，不管父母亲对于贫苦是什么样的那个痛苦的惊悚的那一幕一幕的画面哈，是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是你的子女没这感受，所以他的生活方式呢，就属于他的新一代的生活方式。像当代人说父母亲努力半天是吧，虽然赚了钱，这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所以很多第一代像中国的第一代创业的富人，对不对？确实挣了不少钱，他的穿戴舍不得去奢侈。但是你同样是这样，你看他的孩子是怎么花钱的，花的好像是偷来的钱一样啊，拼命的烧钱啊，是吧？那个衣服想方设法变着弯的去穿名牌，开名车吃些人不该吃的东西，用人不该用的东西，花天酒地，是吧？所以就是算一切灾难你挺过去了，可是你的孩子可能还会跟你挥霍光了所以我觉得弟弟你应该为你的未来积累一点功德的资粮。你要做布施，你去要布施给穷苦的人，也布施给像我一样的出家修行的这些圣者们，因为他们可以为你消灾布施给穷人也更给你积德，你应该做这些善事。这个大哥也是很有尊严的又有在整个当时来说，当时对他的世界来说，没人不知道他哥的名字大名鼎鼎功德超群而卓著呀。所以大哥这么一番非常严厉语重心长的开示，弟弟觉得有道理，你这几个方面都给我说到了，他也深有感触，对不对？这时候老婆说穿着也开始非常的讲究而挑剔了，也不节约了，是吧？他的孩子也开始不争气了，应该他已经有感觉了。还有过去人很相信灵魂的归宿，对不对？这我灵魂去了哪里了？上天还是入地，还是遭罪，还是变成狗猪牛羊其实古人其实对于说我们的未来的归处在哪里其实挺在乎的所以听他这个兄长讲完之后，哥你说的有道理，那怎么着？那我就要不就布施点，哥就别布施点了，你为了未来的这个功德你要可以多布施，尽量布施。好，他就开始布施，不知道从第几天之后就开始，他有很多工人嘛，看哪里有贫穷的，张贴一些告示，需要钱的，需要粮食，需要东西的来找我来。哎呀，他们家门口排着长队来领救济的各种的物资，那么粮食是最多的需求布施了很多东西出去。但是呢，他呢这个人他毕竟是一个聪明人，他一边往外布施，一边再请工人盖了个仓库。等他布施他把这个他用1年多的时间把他存下的这些财富的东西布施的差不多了等过了1年，当然这个过程之中他挺幸福的，因为走到哪去大家都感恩哇，大善人大善人活菩萨就是大家都恭敬他恭维他，就太好了。原来你是铁公鸡想拔都拔不下毛来，现在结果你主动给我们这么多的布施，得到帮助的这些穷人
哎呀，真是把他当活菩萨看待，所以他很幸福，就充满着欢喜自在，这是他很幸福的部分。但是呢，他留着自己的小心眼儿，等1年以后他亲自拿着钥匙打开他的新盖的仓库门，打开去一看，就给他那些工作人员说，怎么里头还是空的呀？那我觉得我做了功德，做了善事，应该我这个库里面金银财宝又装满了，从天上飞来了。我哥不是说这个你只有布施才能永恒的富贵，才保住你这一切的财富，怎么这库房空空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嘞？就找他哥问他觉得很灰心丧气，找哥哥评理去这个找哥哥就问呢，哥哥就带他用功夫用禅定的功夫，哗一下闪出一个大屏幕，就看到了他的未来。看到未来有一个地方他从来没去过也没见过，特别漂亮，就有很多建筑工人修花园的呀，就在盖一个超级非常富丽堂皇的大宫殿，正在做建设，正在建设之中反正80%都建好了，就更到了后来细节装修的部分了。到了这个部分，他问哥哥，这是干啥了？你领我这是什么地方啊？说这是天国。这是天国呀。那这个房子给谁盖的？说那不是正好那边有一个人像个监工的一个首领吗？你自己问问他。他问，嗨朋友，你们这是盖什么呢？说盖宫殿。盖什么宫殿？说我们天王的宫殿。天王的宫殿。你天王是谁啊？是目犍连尊者的弟弟。目犍连尊者的弟弟，哇，溜嘴，就是我我没听错，这是给谁的？目犍连尊者弟弟的新宫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天国。那这是什么样的宫殿呢？是天王的宫殿。所以他哥说，这真的假的？说你自己看了，这是真的假的？我只是说给你切一个画面回来，是吧？用神通给你看到你未来的宫殿就是这样子。说你的功德福德没有白做里头各种的宝贝，旁边放着各种的玻璃罐子，放着各种各样的宝贝，要什么宝贝都有，金银财宝珍珠玛瑙让他最高兴的还有一群特别漂亮的美女。他也不放心，说哥，这美女也是那天王的吗？当然呢。说我不放心，那你问美女，你们在这干啥呢？说我们在等待着我们的天王。天王是谁呢？说目犍连尊者的弟弟。呀，一听痛快，哥放心了，回来我还继续布施。这故事就完了。目犍连尊者告诉弟弟，布施和供养会有极大的福报。故事中，弟弟并没有获得真实的财富，而是哥哥目犍连尊者运用神通，才让他看到了来世的福报。为什么有些人在现世就获得了可见的财富，而有些人则要等来世？这个功德福报它是每个人的这种叫做因缘不同它这个福报呈现的方向还有时间地点都不一样。就像我每个人的这个指纹都不一样个性长相都有一点差别，所以当这种福报呈现是不一样那么有的就是说当世就有回报，有的是子孙有看到了这个结果对，其实这个功德呢，这种功德财富也就是人生所追求的美好在佛教来当中呢，有一个名词叫做业力，大家也记住业力这个词。业力在佛教之中是就是和这个因果它都是叫专用名词，而且这个是被世界所接受和认可的，就是我们行为而产生的某种影响力、作用力，尤其是行为当中含有善的和恶的之后而产生的
作用力，是吧？比如说骗人、坑人、害人、杀人、杀动物、骂人、打人，这些都是叫恶业。我今天就帮人，去用一种真正关怀的去博爱啊，去布施、去奉献等等的，像这些就是善业。那你的这个行为呢，你做的善，未来是得善果。那这个业的话存在哪里呢？用大家今天能够熟悉的一个词汇哈，就是所以中青年人知道的，存到云端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云端，只是说借用这个词让你理解，就是说存在这个世界与你最相关的，而且你只要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和你的这个业的云端永远是和影子一样连在一起的，就像与你周围的空气连在一起一样。就是在任何时候，云端里面的这个功德也好，罪业也好，该开花了，该结果了，该呈现的时候，它到那个点就会呈现出来，是这样。所以在过去有一位大师就说，有人就问他，那什么是这个业力的呈现呢？就是现在的你所感受的，就是你之前的业，你的业的行为哈，来让你在你的人生之中呈现的这些好好坏坏，这就是你的业的呈现。那你未来的业是怎么样呢？就是从你现在所有做事的表现与心态，是吧？那你做的都是未来，你也只要做伤害，未来的你的结果呢，那肯定就是恶的，对吧？所以而佛教它更科学的是，更注重就是我的命运我做主，对不对？我的未来我创造，我的好坏我创造，就是这样。所以他讲到还有一些名词叫做自觉，再加2个字就是觉他，自觉觉他。说自觉呢，就是自己觉悟，自我把握自己的身口意行为啊。所以这是大家能够学到能掌握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个所有的功德布施啊善行，其实今天呈现你的果报的，就是自有他的与天与众神有个评判的一个，像一个评判委员会一样，就已经在那里。那有人会问，你看他哥哥是尊者，弟弟是富人，做了这么多的布施功德，怎么修了个仓库里头没有增加1块钱呢？别忘了，他弟弟的发财不是靠抢劫发的财，对不对？他弟弟是个商人，比如说1万亩地出租种植，对不对？1000个商铺在出租，还有织衣服啊，做皮鞋啊，染发店是吧？美容店都各有很多家，所以你就因为你的行业让你还在继续富贵的。虽然你没有了这一仓库的钱在人世间，可是你还要每天还有几千万的收入在继续收入的，你还不是穷人。并且现在这个钱小偷可以给你偷走，一把火可以把它烧光，孩子可以给你败光，但是存在你的云端银行的那个永远烧不掉，丢不了。何况你还在继续在人世间还在继续就是产生着收入，所以它可以让你说好吧，这20年让你看不到有更多的钱返回来，但是你有就是应该说一种叫投资，就像在银行利息一样，我这100万存进去，一天是几块钱还是几十块钱还给我利息，我要立刻受益啊，叫钱的受益。其实更深刻的说，你能健康的存在的就是最大的利益，对不对？你看多少人那个病咵一发作，立刻倒在那儿就死掉了，或者立刻倒在那儿一躺就是7、8年再死。所以那什么是利益呢？我的健康存在就是利益，我的未来更有福就是利益，我的子孙将来更完美，那是更大的利益啊！还有你的灵魂将来听天界生极乐，那是利益大的不得了。所以这些利益是凡人想都没想的，所以一般的凡人都只看到眼前的利益。所以我只要我现在投资，我现在就要得利益，那不仅连看到的呢，是更恒久的利益与富贵，是这种我们之间高度的见识不同。所以呢，这个布施的弟弟对，实际上他把他的功德
就是存到了那个与它绝对相关的叫做业力的银行。那说一般觉得业力就是不好的，不是，业力不善不恶，但是你的行为是恶，就存到银行的是恶业；行为是善，存入的就是善业，所以那叫业力银行。业力银行就属于你的影子，只要你有影子，你就跑不掉。只有有一天变成鬼说没有影子了，你更跑不掉，就是这样子的。他好坏都会跟着你的，所以他会使他未来，他自己的未来还有他的后人更吉祥。这提示一点哈，好人有好命相，对不对？命相不是今天面相公司给你改的，美容店给你改的，从娘胎生出来就长成这样。有些人生出来就是大富大贵，对吧？生出来就大富大贵。比如说佛经里很多部佛经里都是说，人一看释迦牟尼佛那个身态那个长相，立刻就臣服了，就是拜倒在脚下。哇，相貌堂堂啊，相貌庄严啊，就觉得很有摄受力，大家就乐意去信服于他，对不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功德福德与相貌之间是有一些关系。对真正的大富大贵的相的人，就会有那个富贵的命。就是说帅和相好不一样。不懂的人相好，说笼统上一看，说这个男人是吧，基本的那个造型啊什么都是好的，但是会看的时候呢，就觉得哦，威严之中缺了一点什么东西，步伐之中缺了一点什么东西，声音之中缺了一点什么东西，或多了点什么东西，就是叫破相了。破相就会破命运呐，知道吗？这要真懂才行。所以好的命相是生来的，既是生来的好命相，就有好命运呐。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你的功德业力所呈现你今世的命运，明白了哈？还有你看我们好好修，比如念佛几天之后，我们的面部和手掌的变换，对不对？就修功德呀哈。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在继续在创造着，在原始的命运基础上，我要变得更好、更吉祥、更慈悲，所以命相就变好了。所以命相会随着自己的业力行为而改变，所以好命运是修来的。所以大家懂得这个道理了之后呢，就懂得了这个因果的概念，就是我的命运我做主，我的未来我创造，我的因果我创造，我的幸福我创造，我的吉祥我创造，还有我的富贵我创造。那这些创造的方法都应该用慈悲、善良、布施、大度、关怀、关爱用这样的慈悲的这种方法，才可以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美好。一切算计的斤斤计较的那些我们看到的还都是眼前的短暂的利益长久的吉祥才是真正的吉祥。